2018年10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双方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沟通。王毅严正指出，美方应当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走向，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牢牢把握和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中方坚定致力于同美方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谈及台湾问题时，王毅强调，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停止无理干涉那些与中国已经或希望建交的国家，切实约束和限制台独势力的发展，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显然，在惜字如金的两国外长会见通稿中，有关台湾问题的篇幅占据了显著和重要的位置。王毅在讲话中对美方不仅提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的一贯要求，而且还针对美方近来的一系列干涉台湾问题的作为，进一步提出3个停止1个约束的具体要求，语气之强烈，也是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中所罕见。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王毅的讲话是画出红线，向美方强调包含南海与台湾问题是大陆的核心利益，这方面陆方不会让步。陆方第一是把立场讲清楚，第二是中美双方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妨害到中美之间合作的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这是大陆在陆美台关系的一个强势反应。王毅的讲话也是警语，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方强化美台关系与介入两岸事务，大陆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攻击中国的所谓新冷战演说之际，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当下，正如王毅所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面临的分歧和问题方方面面。但是台湾问题仍然被王毅大篇幅重点提及，并具体提出中方立场，显然体现了台湾问题的不同寻常和当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首先，台湾问题毫无疑问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容商讨、无可妥协的底线，也是红线。美方如果认为可以借助干涉台海问题作为使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让步的筹码，那只能说明美国的当政者没有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其次，近来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一系列作为，已严重冲击美国40年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最近的1年是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执行最不利的1年。美台双方在军售、军事交流、官员访问等方面屡屡突破红线。美国会接连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和国防预算法案，在鼓励美台双方发展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方面不断走出危险的步子。美军舰停靠台湾港口，海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美军将在台海举行演习的消息不断传出。更有甚者，美方不顾自己与中国建交40年，承认一个中国的现实，粗暴施压那些与中国已经或希望建交的国家。这些行径不仅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而且给中美关系的基石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第三，美方的行径将鼓动台独势力兴风作浪，将给台海局势带来动荡。自2016年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一方面拒不承认9·2共识，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纵容台独势力不断冲击两岸关系红线；另一方面，奉行亲美媚日远路的政策，幻想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复杂的局势下，成为美国诱止中国的重要棋子，甚至妄想建立国际反华联盟，依靠国际反华势力为台独撑腰，妄想借此阻挡中国统一的大势。美国近来一系列干涉台海问题的行径，实际上带给台湾人民的不是鲜花与面包，而是动荡与灾难。他的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挺台举动，给了那些台独分子虚幻的泡沫，
刺激他们在铤而走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结果将绑架台湾人民走上一条绝路、死路。对此，岛内不少人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面临年底台湾9合1地方选举，执政的民进党选情不妙，美方也借此加大了干涉的力度，试图为台独政党的选情打上一剂强心针。民进党当局也更加用力地抱紧美国的大腿，以美方空洞的承诺欺骗选民。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解药，而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毒药——剧毒。台海局势的不稳，不仅将给两岸的中国人带来动荡不安，也不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一点，理智的政治家应该都有清醒的判断。国际大气候和两岸小气候交织影响下的台湾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和严峻。有人说，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问题，虽不全面，也有一定的道理。王毅外长对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既是警言，更是规劝，只要美方做到王毅所提的3个停止1个约束，实际上这是美方恪守3个联合公报的义务，就像他40年来所大体做到的那样，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上来，两国关系就有了行稳致远的保障，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能进一步得到维护。这应该是中美两国共同乐见的吧。我们注意到，在会谈中，蓬佩奥也表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方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甚至能否做到言论一致，在中美关系经历了这么多波折的几个月之后，我们也只能说拭目以待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方政策和行动如何变化，中方坚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和信心不会有丝毫动摇，能力和手段将越来越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完全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8月31日，台湾防务部门曝光了一份年度中共军力报告书。报告称，统一台湾是大陆不变的使命，解放军会在2020年前完成对台全面性用武作战准备。也就是说，台湾觉得大陆准备要玩真的了，一旦不乖，就会马上被收拾。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还列出了7个会诱发解放军攻台的原因，它们分别是：台湾宣布独立、明确寻求独立、内部动荡不安、获得核武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对话延迟、外国势力介入台湾岛内事务以及外国兵力进入台湾。虽然对于台湾单方面发布的这份报告，咱们大陆暂时还没有正面回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不变原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这意味着，如果台湾真的到了那一步，大陆采取必要的手段，那也是肯定的。为此，台湾变得十分谨慎小心，先是以因敌情威胁及战备需求这个理由，增加了2019年的防务预算，打算花338亿元新台币来建造60艘微型导弹突击舰。再者，还计划配置原型潜艇、机动岸置攻船导弹、战斗无人机飞行载具等，以此来执行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等任务。要说台湾这么着急增加军备和武器，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毕竟随着解放军军力的日益强大，大陆的军事力量对台湾来说早已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一旦真的动武，就像老鹰抓小鸡，台湾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这种差距，无论台湾现在投入多少防务预算，购买引进多少先进武器，也就像杯水车薪，无法改变大局。大陆现在不动手，无非是念在同胞之情以及贯彻和平统一的理念。一旦底线被打破，那么或许会发生台湾网友所说的这有趣的一幕：解放军一来，台军立刻倒戈，枪杆子掉头就指着台独后脑勺。就想问问蔡英文，背后会不会发凉呢？这几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尤其是军事力量，如今可以说是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目前的军事力量排名，中国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帝和俄罗斯之后。如果是综合实力水平的话，俄罗斯受困于经济的严冬期，中国整体实力可能仅次于美国。有了近几年政清人和的局面，加上台湾认贼作父，与和平统一渐行渐远，因此大陆主流对武统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大陆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也是为两岸人民谋福祉。但是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似乎对此做出了误判，以为大陆只是说说而已，因此愈发变本加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台独势力与日本越走越近，让大陆民众实在看不下去。基于这些原因，武统解决台湾问题极有可能变成一种可能。曾经有一位国防部长就说过，宁肯台湾不长草，也要统一台湾岛。因此，武统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只是台湾自身的军事防御能力，大陆24小时内登陆的几率几乎是100%。但是，台湾问题作为我国的内政，被台独势力和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急剧放大，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了地区问题。如果大陆武统台湾，那境外势力就会积极的参与进来。尽管这根本上改变不了武统的结果，但是事情复杂化也不是解放军想看到的。那么，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谁会成为台湾的帮凶呢？让我